看来恢复了4季的梵音谷景色秀丽，也不失为一处避世桃源呢。梵音谷本就造在红尘之外，当日为调伏妙一渊，中和世间3毒浊息，我才选了此处。调伏一次妙一渊，就要耗费你大半修为，要彻底净化，恐怕你毕生的仙缘就所剩无几了，便要进入数十万年的沉睡。何况还有一个淼落。现在，只有稳住妙一渊，困住淼落，待找到彻底除掉淼落的方法，再做打算。虽然四海八荒你最厉害，但我们天族拿得出手的上神，也还是颇有几位的，哪能就让你一个人愁成那样呢？再说现在天地已定，魔族的纷争借这次淼落之事也有所缓和，你就先回太晨宫，好好调养便是。太晨宫要办喜事了，要迎接帝后了。我答应过他，出谷便娶她。哼，这分明是你最晚步入红尘情爱，却被你抢先一步。好，大事已定，你也就可以安心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的平婆果，我已经给了谢明主，你也可放心。我记得年前，也是和你在太晨宫下棋喝茶，曾对你有一劝，说有朝一日，你若是想通了，娶一位帝后，知鹤倒是不错。但现在看来，知鹤配你，确实勉强了些。我这个义妹，心底原本单纯，我又受恩于她的父母，不免事事照拂。可能是我太过照顾于她，以至于她太过骄纵。所以你把她送去了西海水君那里，再磨一磨她的性子。西海水君为人正直，倒是一个不错的老师。若是知鹤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二，想必一定会有所长进。你也算是为他步步操心了。不过你等了这么多年，等来凤九，也算是没虚等。果真只有他能承得起你的帝后之位。你今日喝醉了酒，竟难得听你说几句好话。酒倒是没喝，只是从程昱那里听说了一桩事。哦，程昱当初问凤九，问他做剑侠一事为何不找你代劳，他却回答说，凡事要靠他自己，不想靠着你徒长成一废。
我便带他去碧海苍陵，大婚前再回来。你也过于太呵护他了。他才多大，应该好好让他享受一番新婚的喜悦。糕点吃不吃？不吃。有粥喝不喝？不喝。喝呀。好。什么时候带我去青丘见你父母啊？待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。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帝君不会生气吧？累了？累了那就睡会儿。我不累，你靠着便是。你先暂且委屈几日，等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，我就带你回青丘。行吧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不碍事。孽出银圣凤九虽胜之不武，你也不应该意气用事，硬生生劈断了他的剑啊！他会偷用术法，你就不会吗？你这仅凭一成法力进入阿兰惹之梦所受的伤还未痊愈，这又动了多少元气啊？无妨，只要稍加调息便可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等着小白一起走。你为何这般看着我？你跟凤九的这段情缘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真不动则已，一动就跟天雷勾动地火一般。但凡与他沾上边的，你都是这般半分都不肯相让啊！哪里还有稳坐太晨宫、不离世事几万年的尊神模样？那跟程昱沾上边的，你可曾让过半分？我去找小白了，一会儿还要同他一起去拜见岳家。你这样孤家寡人的，还是快回宫去吧。若是有个意外，恐怕过个几万年都没人发现。